Hello，大家好，欢迎各位回到大直小老板 Video Podcast 第10集。哇，第10集也真是了不起！来，今天要来谈美甲的创业如何宣传。好，美甲的创业如何宣传？当然了，符合我们过去一概的精神，就是它不是只有讲美甲而已，一样是可以适用在所有的微型创业里面。因为毕竟我是一个什么微型创业失败大师嘛，有机会来提过去种种失败的例子呢，一样样拆出来分析。我们今天要来谈美甲创业一开始需要怎样做宣传。那么它不是只有适用于美甲业，我觉得什么行业都适合，做什么事情也都适合。我觉得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一个爱创业的人来讲，我们只是选择一条路去创业而已，做什么都一样，只是把那件事情做到最好而已，就这样子，没有很困难。会拍这个影片的原因是因为来自于网友的提问。网友问了一个很厉害的问题，那时候我回很多啦，可是我觉得其实很适合再做一个节目来好好回答，希望你会看到，希望你会听见，这是为了你而回答的。这个网友告诉我他有几个问题。第一个，他里面讲到说他失业了，所以想要开美甲工作室，在家做自己喜欢做的事。针对这个部分，我先跟你提醒，失业了而创业，它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坏事。好事是代表说是你已经无路可走了，你已经失业了，你原本认为的可以去发呆、流口水、拿薪水的那一份工作，或者是可以无脑付出劳力、体力、时间就可以换钱回来那份工作，已经行不通了。所以你可能要用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来赚钱。好，所以你要常在家里面开美甲工作室，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希望可以走得下去，这是好事这是好事。可是坏事在于今天既然失业了，那就代表说是你的美甲创业并没有准备好你的前期资金呢？你可以活半年、1年的资金呢？然后再来是你美甲工作室的那些硬体呢、软体呢，或是之后要付出的广告费呢，准备了吗？这是麻烦事，还有很多时候是赶鸭子上架的，所以有好有坏。当年你宝贝也是我失业而开始的，可是我们有准备了更多的后备计划去支持。他另外在问题里面提出说，他尝试觉得说客户的单价无法提升，大家都喜欢便宜的、简单的那他想要做高单价的这个市场，赚更多的钱。这个问题我觉得对于创业初期的人而言，这个问题是你多想了。创业初期1年之内或2年都一样，客单价无法提升，那不是你该想的事情，那真的不是你该想的事情。因为在创业阶段，你有客人就不错了，还想什么客单价无法提升呢？对不对一开始我们先想办法活下来，先想办法能够维持正常的营运，能够维持正常的扩张，然后让你的工作室可以往正向的发展，这件事情才是第一步。客单价无法提升，那是后面第2步才要想的事情。正打算踏出第1步或正在踏第1步的时候，你要做的事情反而是应该要用低价尽量把你的时间给填满，而不是想要用高单价把你的荷包给填满，这很重要。不好意思，当时没回给你，因为当时回这个你心里面一定会很痛，所以我要讲一大串来回这件事情。所以说对于回那一个问我说失业想在创业客单价无法提升的那一位网友呢，我对你最重要想回的东西是满足最重要的需求。我那时候在网络上面我已经回给他，就是客户最想要 CP 值，那我们就把 CP 值做到最好。大家都想要最高级的东西，我们就给他最高级的东西。你懂我的意思吗？也就是说，如果说你今天你开美甲工作室，或者是你做美甲创业，如果你的未来目的是要找高单价的话，那么在你开业那一刻开始，你所有跟创业相关的那个资源、原物料、器械就得用最高规格，否则你永远无法提到那个高单价。也就是说，你在开店的那一刻开始，你就要用最贵的凝胶、最贵的器械、最贵的凝胶灯、最好的一些溶剂之类的。你的环境也许没有这么好，桌子可能不够好，装潢可能家里面随便切一角，这都无所谓。但是对于指甲本身相关的东西，都得提到你未来认为的那个等级，所以要用最高等级去对待。那客人能够收到多少钱，那就是看状况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可以收很低的价格无所谓，可是我们先满足客户最重要的需求。你既然认为以后要做高单价客户，那么高单价客户在乎什么？
在乎质地，在乎质感，在乎品质，在乎艺术，看你走哪条路了哈。那个最重要的需求在一开始创业的那一刻就得满足，因为客人看你觉得你是一个怎么样的店，怎么样的人，怎么样的品质的时候，从你一开店的那一刻就已经决定了。不可能想说我一开始先做廉价的，然后以后慢慢越变越高价不可能不可能。你一开始就是很便宜，就是路边摊等级的那客人不会把你当作是5星级饭店等级的。所以一开始就要是5星级饭店等级，可是却给你路边摊的价格，才有可能在日后迅速提升成5星级的一个收费。好，那接下来我要谈一下你宝贝创业的宣传。既然讲到这么明，然后讲到这么的直接，那我们势必就要把你宝贝做过的事情拿出来谈。好，我就拿我们过去10几年来2008年创业的时候，我们做过哪一些事情给大家分享看看，让你知道一下我们当年是怎么努力的，怎么辛苦的走过来的，怎么破釜沉舟往前走的。首先，当年2008年创业的时候，我们就决定了要矫正与一般服务并行。我们你宝贝创业的时候就订立了一个非常厉害的策略，那就是未来你宝贝要做指甲矫正的专家，而且要做顶尖的，要做全台湾最好的，要做没有人可以跟我们匹敌的。这是我们在2008年创业的时候就已经确定的事情。可是在那个年代，没有人知道什么是指甲矫正，没有人相信指甲矫正可以成功，所以我们你宝贝做2件事，那就是矫正是一条路，另外一般服务是一条路。现在你去看我们你宝贝的那个收费表里面，可以发现我们并没有指甲油，也没有指甲修行，也没有基础的什么保养什么保养，很多大家觉得美甲店应该有的，我们现在都没有。但是在当年2008年的时候，我们都有，我们一样涂指甲油、修指甲、修脚皮，最简单的什么美容敷膜、保湿敷膜，我们甚至还有什么除毛，还有按摩，甚至连脚底按摩这种事情我们都做，你知道吗？当年我们是把矫正跟一般服务并行的，矫正很难推我知道，可是我们用一般服务去维持我们的生活，然后用这部分去填补矫正而产生的一个亏损。在一开始我们就做这样子的事情。另外呢，我们那时候也做了免费指甲矫正计划。当你是消费者的时候商家跟你说我们来做个免费的推广计划啦，长时间的啦，消费者可能觉得对啊，很合理啊，很简单啊。可是换个角度，当你是老板的时候，一想到我要付出劳力、付出成本，还要付出很多的时间，然后做免费的工，这时候老板就会锁起来了。很多人都我不想这么做。可是当时我们为了要推动指甲矫正的计划，为了要让别人相信我们可以做指甲矫正，所以那个时候 Peggy 的做法是，我们要找100个人做免费指甲矫正计划。也就是说，我们请会咬指甲的人过来，免费帮他做矫正，免费帮他做指甲，然后请他记录分享整个的处理过程，然后在网络上面。那时候的网络跟现在不太一样，当时网络上流行的工具，就用当时的工具去宣传。可能第一次做指甲长什么样子，然后第2次、第3次、第4次持续好几次，然后不断的分享。然后我们这边呢也会写对应的文章去跟他对应，然后我们也会在网络上分享，各种和我们合作的人。他的整个的状况 ，Peggy 当时想要做的是100个，整整100个。我们甚至还留了一整面的墙，想说到时候我要把那个成功的案例都印成那个小照片，然后左边是 before， 然后右边是 after， 然后100个案例来贴满一整个墙，让大家看一下。是的，看这有100个指甲矫正，所以指甲矫正是可行的。可是呢，免费指甲矫正计划这个计划没有做完，我们当时预计100个。可是不好意思，我们才到了第30几个的时候，我们的矫正指甲的时间就已经被约满了，我们就已经无法再进行下去了。我们把最后免费矫正计划的人做完之后，我们就停下来了，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的预约就是满的了。所以当你问我你该怎么做推广的时候，很简单我不知道你们选择的专业是什么，可是那个专业实际上你是可以找很多人去帮你做推广的。你只要狠得下心，有破釜沉舟的心情，就免费就试用然后就请各位大力分享所以只要你品质够好又免费的时候，就会很多人支持你了。所以我们在2009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一群粉丝
死忠的铁粉会在网络上支持我们，那感谢各位，感谢各位。再来就是大量指甲作品与案例，我们刚才前面说了哈，我们在累积了大约30个吧免费指甲矫正的案子之后，就已经有一堆照片可以讲了。之后又开始慢慢接一些收费的客户，那收费的客户也会留下照片，所以我们从古至今留下很多客户的照片。那个时候我们就很认真的在拍照 ，before after 很认真的写文章、做记录、修图去做分享。你知道吗？在此时此刻，我们可能觉得修图很简单，写文章很简单，分享很简单。可是在2008年的那个时候，修一张图都不简单，你知道吗？时代不同，工具不同，然后软体也不同，硬体也不同了。在那个年代大多数人修图的时候还是要委外的，修一张图可能要50块、100块，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好，不过那个时候我们就很努力在做了啦。当别人还没有那个时间或者是金钱去处理他的指甲照片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大量分享了。所以让你做些不一样的事情，好让别人看到你是谁啊，你专精于什么方向。好，那我们刚才说这些是属于站稳脚步而已哦。我们做这么多事情，只是终于可以在半年、1年之后让你宝贝站起来了。也就是说，我们终于达到损益平衡，活得下去了啊。之后我们才开始要进行到下一步。下一步是什么呢？吸引高单价族群要开始迈入吸引高单价族群基本上已经是创业后面几个阶段了第2、第3阶段了，势必你要先达成平衡才可以走这一条路。因为吸引高单价族群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除了在一开始就要先规划好之外，中间的路都是非常艰辛的。来，第一步首先至少要先说服自己。假设你今天的目标是希望你的客户每个月过来贡献给你3000到5000做指甲，每个月都过来贡献3000到5000那么你就要想想看，什么情况之下才可以让身为老板的你贡献每个月3000到5000去请别人让你做指甲。如果要吸引高单价族群的时候，你要先想一想看，同样的价格怎样才可以吸引到你，怎样你才可以被说服。例如说，装潢品质到什么程度你才会被说服，作品品质要好到什么程度你才可以被说服，或者是他的作品的量要大到什么样的程度你才能被说服，或者是 Google 商家的好评，在网络上请别人帮你写好评、写推荐文，你可能需要多少呢？10篇、100篇，那你才会满足。那么你就应该要把自己也做到那个程度。你希望别人怎么说服你的，你就得怎么去说服别人对不对？而且不是说服低单价，是高单价首先要说服自己，至少要那个规格起跳，你才可以说服别人。好，再来，先谈品质，别管单价。先谈品质，别管单价。这是我最喜欢提的事情因为对一个微型创业者来讲，我们要的绝对不是站稳脚步而已。因为只是让我的这间小店活下去，其实那个收益是很少的，还不如去上班，对吧？所以说我们站稳脚步，让店不会倒，只是最基本的而已。那跟我们出去上班所获得的收益是差不多的。我们最终就是要追求高品质、高单价、高收入。所以在一开始做设定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只顾品质，而不管单价。不管单价多低，品质都要是最高，或者是品质都要是你未来的那一个品质。了不了解举例来说，像我们男生追女孩子、追女朋友好了，可能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当然很穷对不对？我无法帮他买车，我们无法用车子接待他，我们无法让他住很好的房子，约会的时候不会是在这个蛋黄区高规格的那个套房里面，对不对？没有办法嘛。可是我们是不是先提供给他最好的东西呢？最贴心的心，最温柔的呵护，因为女生嘛在乎是感情嘛，所以提供他最细腻的感情，然后无时无刻的问候他、安抚他，然后让他觉得很有安全感、很幸福。那个女生才会觉得我是一个好男人，才跟我在一块。可是我也许经过了20年后的努力，我才能提供给他5星级的饭店、蛋黄区超贵的房子、豪华欧洲进口车之类的。可是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已经先给他我恋爱中最好的品质了。同样的道理你今天做指甲也是，也许在做指甲的环境当中，我们会要求
你要有很棒的场地、很棒的沙发、很棒的桌子、很棒的音乐，后面有超级大的电视，然后最后还要有什么独立隔间，然后进来之后还要有专门的人来接待，然后哇，超棒超棒。对，这东西我们就做不到，可是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最主要的是品质，是指甲的品质，这些高规格的东西都可以放到后面去做，但是指甲的品质在一开始就要顾好啊，指甲品质一开始就要顾好，也就是说，它做在指甲上面的那个东西，一开始就要是顶规，就得是顶规，这样子以后你才可以再把外面的东西加好，然后把你整间店变得真的是5星级的店啊，就像我谈恋爱一样啦哈。我们先掏心掏肺给他我最好的内心，之后我再想办法赚钱去满足物质上的东西，这样才可以说服一个人。来，那么谈问题指甲矫正客户，问题指甲矫正客户。当年我们很穷的时候，我们有这么多资金去做这么多的宣传，去做这么多的商业活动，好，或者是当年没有钱拍影片，那我们怎么去说服指甲矫正客户的呢？很简单，那就是我做很多很多的指甲矫正案例，很多很多。好，虽然我讲话会结巴，虽然我写文章不够精彩，虽然大家都觉得我非常的沉闷，可是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 before after。指甲矫正前的照片跟指甲矫正后的照片，那因为品质够好，我们就可以说服客户。当然了，我们修图也没有很厉害，那怎么办？没关系，1个例子不够，2个例子，2个例子不够，10个，10个不够，100个，100个不够，200个。然后呢，如果说我们讲的例子还不够说服客人，没关系，我们可以做前面有提到的免费的矫正计划，然后请客人来帮我们写文章，请客人帮我们做推荐。会让你的目标客户真真实实的感受到你有多厉害，但只是我现在钱很少，所以我在一个比较简单的地方，但是就提供你顶规的指甲服务。也就是说，你现在就得来做指甲矫正，否则10年后再来做的时候，价格可能会非常的贵，因为那时候我有钱了，我会做高规格、高单价的客户，这就可以让你的客户知道说，现在来做就是什么捡便宜的时候啊，以后来做呢，单价会更高更高。好，那同样道理，我们看一下艺术指甲的客户，艺术指甲。好，虽然我们妮宝贝并不是以艺术指甲为主的一间店，我们甚至也不是很在乎艺术指甲。其实我们可以做出非常漂亮的艺术指甲，非常漂亮，非常美。可是其实我们的网站啊，我们的 YouTube 啦，也都没有很认真宣传艺术指甲。我们做得出来，可是那不是我们主打，那是老板娘的兴趣 ，Peggy 的兴趣。如果说你今天想要做艺术指甲的客户，想要接他们单，每次做完艺术指甲之后拍照。甚至是做的时候可以录影录下来放到网络上，让大家看一下你有多厉害。像我们过去都用拍照的方式，然后很多人会说拍照可以假嘛，可以偷日本的嘛，偷国外的照片，很简单嘛，用你的手机录下来，做指甲的整个过程录下来。如果你的指甲的那个能力很强你可以雕花，你可以在大拇指上面雕出一整个立体的那个玫瑰或者雕出立体的这个蝴蝶啦。Peggy 就是会Peggy 用水晶可以雕出一整个立体的玫瑰花，直接雕在手上，超漂亮，无敌漂亮。它甚至还可以雕出一整个蝴蝶在手上，超厉害。好，假设你有这个能力，那很简单嘛，拿出你的手机架在那里，把你的过程拍下来，分到网络上面去，然后别人看到就哇amazing， 你怎么这么厉害？那自然就会有大把的想要在手上雕花的人找你来做服务了嘛。这个例子我知道目前还没有人做出来，对，还等着你去做。可是同样的例子有很多，例如说前阵子不是有人掏耳朵掏得很厉害吗？他就把这个影片放在网络上，就红了吗？红到什么程度？红到他的电话都不能接了，红到又跑出一堆相同的店家来挖耳朵。再往前推一点，不是有挤痘痘的店家吗？也是挤完痘痘之后，哇，大家都要挤痘痘，也有挤粉刺的、挤粉瘤的，大家都要，对不对？还有那种专门在除毛的，除完毛之后超干净，而且说不会痛，然后他把过程拍下来，最后大家都去。所以说你想要接艺术指甲课程很简单，把你觉得你最专业的，然后你最想去攻的那个小部分把它抓好去展示让别人捧得钱来找你嘛，对不对？只要你专业够，人们就会捧得钱来找你不需要你去求他们来消费。了解哈。美甲业如何宣传？
美甲业如何宣传。像我刚才前面提到一些宣传的手法，那有些人就会跟我说，他不是一个能言善道的人啊，他不懂得怎么包装自己啊，没关系，美甲宣传还是可以做，在这社会中不一定你什么事都要包山包海，那美甲业一样是可以委外宣传的嘛。好，不过对于美甲业的宣传来讲，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事情是，最好的品质就是宣传。好，最好的品质就是宣传。像我们刚才前面提了好多例子像我们做指甲指甲矫正的前跟后，如果说你今天很会雕花或者是你今天非常会画清明上河图或者是你今天会画人，可以把任何一个人的脸画在别人的手上面，你可以把任何宠物画在手上面，我说这是你厉害的地方去展示你的作品。最好的品质就是宣传。当你的指甲矫正做得超好的时候，我的客户就会很开心的说，哇，我以前这么丑画变这么漂亮，哇，太棒了。他们会帮你宣传。如果你可以做出无敌浮夸的雕花的时候，你的客户会自己去拍照，然后去 take 你说，哇，超厉害，超感谢。同样道理，当你在网络上面去宣传你自己的时候，你的客户会热情帮你做 promote 做转发，因为你很不一样。所以最好的品质就是宣传。当你的品质好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你的宣传费都不用花。不过当然啦，我还没到那个程度啦我还没有到不用宣传费就有帮我宣传吗？没有好像有你现在看到这个 YouTube 频道他当时会突然间爆炸爆起来，也是因为 YouTube 觉得我有一个影片矫正前后对比很大，很适合推广，他就努力推广了，现在好像有50-60万个播放了吧。好，因为那个影片使得我们这个频道成为一个几万个订阅的人了，所以感谢 YouTube 免费帮我宣传感谢。好，再来行销公司外包。目前做什么事情都跟网络上有关了，所以现在有很多的行销公司大大小小，它可以帮你去包你的行销策略，包你的行销活动。他可能会帮你包 IG、FB， 甚至还可以帮你包 YouTube。这种行销公司太多了。如果说你真的需要的话，搜寻一下就有了，或者是去参加一些这个网络行销的一些小聚会，就可以发现哇，整场里面有一半人都是这种东西。去找一个价格你可以接受的，去找一个对你而言好谈的，那就可以把这些外包给别人。你提供给他照片，提供给他影片，提供给他素材，他去帮你做外包，不就好了吗？专心在做指甲上面也是可以的。接个电话耶，好棒！可是我现在正在录 YouTube， 所以10分钟后再去接他。好，谢谢，拜拜。那当然了，又回到一件事情，有人说我好穷我没有这个预算去做行销公司，那没关系，自己来。所有平台内容与时间，所有的平台内容与时间，这一个 title 看起来好恐怖，是的，没有错。我们这10几年来，我也一直坚持的这一个 title， 我们把行销是做满了这个 title。什么叫所有平台？就是你此时此刻流行的所有的平台，你都要包掉。像现在此时此刻，大家流行什么 FB 啦、IG 啦、YouTube 啦、官网啦，那这几个平台我们全包。Peggy 最近还研究如何拍抖音，如何拍 TikTok 对。流行的平台我们全都要包，所有流行平台我们都做，而且我们不管我懂还是不懂，我都得做，硬干硬做硬学。再来是所有内容例如说照片你要学会怎么把照片修好，把照片拍好，然后文字你要学会怎么去写文字，即使你不会写文字，反正你就发自内心的真诚的表现出来就好，因为毕竟当一个老板只是去吸引跟你磁场合的人而已。然后再来啦，影片最近流行影片，各位看到也是影片，好，影片也是内容。再来 podcast 最流行 podcast 是内容也就是说所有的内容我们都做没有东西不做的，我们包山包海给它做下去。我不知道哪个东西会成，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可以把哪个东西做得好，但是所有的内容我都做，所有东西我都试，所有的角落我都渗入进去，这样子才可以把行销的触角伸到最广。然后再来是时间，也就是说我在上班以外，我在做指甲以外的时间都花在什么地方啦？宣传。
没有错，你没有听错，这是真话。我们这10几年来除了做指甲的时间以外，当然做指甲了，还有睡觉了，然后还有照顾宠物了除了这些之外的时间，全部都拿来做和宣传有关的工作。像我下了班之后就会回私讯，然后回各种平台上面的留言，我也还会去学如何去拍片，如何修片，如何剪片，如何做宣传，然后最近关键字的流行什么，最近的趋势又是什么，甚至是像 Peggy 来说好了 ，Peggy 下了班之后，她在做的事情不是发呆追剧不是Peggy 下了班之后呢，一样在滑手机，滑什么手机？花外国人他们画画的技巧，他会去看他之前的指甲老师怎么做矫正，怎么有些新的技术、新的材质。但那些东西有些是日文，有些是英文，那有些是法文。不要问我为什么他看得懂，他就为了看得懂，他自己会想办法。Peggy 英文跟法文都通了，那日语的话稍微痛苦一点。所以说我们2个人在下了班之后的时间也都是花在为自己做宣传上面，或者是投资我们自己去学会怎么去做宣传。像我自己也会架实体主机架实体主机 Linux 实体主机，我自己也会架网站。我们的网站一开始自己架的甚至网站都自己架的。我也会做基本的设计，基本的改版，文章也会自己写，图片也会自己修，搜索引擎最佳化我们也会自己做 SEO 自己做一开始的时候那个 YouTube 也是我自己剪，剩下的同事可以帮我剪的，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己来，这样子的话才能把宣传做到最好，更明确的去和你的客户表达你是怎样的人。自己宣传的重点在于让客户知道你是怎样的人，所以我们很努力的表达我们自己，好让客户知道我就是这样子的人，我就是这样的坚持，我就这样的作品，欢迎你来支持我。嘿嘿嘿。好，那么今天这个美甲业如何宣传我们就谈到这边真是一个痛苦的主题一边讲一边就回想到这几年来辛苦的过程，还包括现在也是辛苦各位知道我录完这支影片之后，晚上我就要去学怎么写 app， 对，我要去学怎么写 app， 手机 app， 因为我们为了下一步的发展，然后我不知道该外包也好还是要自己写也好，可是不管怎么样我要先去学写手机的 app， 因为没有人能够满足我。好，就这样好，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宣传，这是10多年来我们从来没有放弃的事情，把指甲做到最好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这样才可以活得下去，这样才可以比别人赚得多，这样才可以提前达到财务自由吗？不知道，我达到了再告诉你好，今天到这边，欢迎追踪我们，拜拜。